很多人把六味地黄丸当作万能补肾神药，觉得腰酸背痛、精力不济了，吃上它准没错。可现实是，有人越吃越虚，还骂中药不管用。如果你正在吃或者准备吃六味地黄丸，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告诉大家，六味地黄丸到底补的是什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用错了？它的真正适用人群是谁？什么症状才能吃？六味地黄丸背后800年的惊人演变史。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判断自己能不能吃这个药。我还会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让大家在家里就能判断自己是否适合服用六味地黄丸。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六味地黄丸是补肾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中医里没有笼统的补肾药，只有补肾阴、补肾阳、补肾气、补肾精的药。这就像你去餐厅不能只说我要吃肉，你得说清楚是要酱牛肉、红烧肉还是黄焖鸡一样。六味地黄丸补的是肾阴和肾精，也就是肾的水分。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的补肾药其实是补肾阳的，也就是补肾的火力。你想想看，一个人本来就是肾阳虚，需要补火，结果你给他补水，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性朋友吃了六味地黄丸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差的原因。第二个重点，什么人适合吃六味地黄丸？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吃六味地黄丸呢？答案是肾阴虚的人。什么是肾阴虚？简单说就是身体里的水分不够了，火气相对过旺。这种人会有什么表现呢？身体感受方面，你会感觉身上一阵一阵发热，特别是午后或者晚上，这叫低热潮热。手心、脚心还有心口总是燥热的难受，也就是五心烦热。脸动不动就发红，睡觉的时候出虚汗，这在中医里叫盗汗。嘴巴干的总想喝水，小便又黄又少，大便也干结。外观表现，脸色潮红，特别是下午和晚上。舌头红，舌苔很少或者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快而且细。除了这些常见表现，不同脏腑阴虚还有特殊症状。要是总觉得心慌，还伴有心烦失眠，那可能是心阴虚。鼻子、皮肤干干的，老是干咳，多半是肺阴虚。要是反复长口腔溃疡，很可能是胃阴虚，因为胃里的虚火顺着经络往上跑。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还耳鸣，再加上腰酸，这就是肾阴虚了。男性可能有遗精的问题，注意是有梦的遗精，不是无梦的滑精。如果你有大部分上述这些症状，那么你可能是肾阴虚，适合服用六味地黄丸。现在临床上，六味地黄丸还常用于高血压、肾阴虚型、有口干的症状、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慢性肾炎、更年期综合征、小孩发育不良、慢性疲劳综合征。但是记住，不能以病名来用药，要以症状来判断。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肾阴虚，有的人是肾阳虚，用药是完全不同的。高血压、肺结核、慢性感染性疾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慢性肾炎、肾结核等病，只要有前面说的阴虚症状都可以用。特别提醒几点，如果你经常感觉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但不发热，这可能是肾阳虚，不适合吃六味地黄丸。如果你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也不适合长期服用六味地黄丸。感冒发烧期间不要服用，服用期间要注意观察，如果出现腹泻、食欲不振等情况，要停药。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帮大家更好地理解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并不是原创方子，它是从一个叫金匮肾气丸的方子演变来的。金匮肾气丸的组成是生地、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再加上附子和桂枝，一共8味药。这个方子的设计思路很有意思，金匮肾气丸也叫桂附8味丸，里面有生地、山药、山萸肉这些补阴的药，还加了附子和桂枝。附子热性特别大，桂枝也是温性药，这2味药是用来补阳的。所以金匮肾气丸能阴阳双补，但它最初的思路可不是单纯补阴阳，
而是炼阴化气。就像在身体里烧一把小火，把阴液蒸腾转化成气。肾就像一个水火都有的小仓库，利用自身的阴阳就能产生气。这里用桂枝而不用热性更强的肉桂，是因为《黄帝内经》里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小火慢慢熬才能滋养身体，大火反而会伤气，所以用附子和桂枝慢慢温养。肾阳虚的人身体里的水液代谢不好，容易水肿，所以金匮肾气丸里用茯苓、泽泻利水，这就很好理解了。到了宋代，有个儿科医生叫钱乙，他把附子桂枝去掉了，又把生地改成熟地，就变成了六味地黄丸。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六味地黄丸里有2味药很奇怪，一味叫茯苓，一味叫泽泻，这2味药都是去水的，可是我们不是要补水吗？为什么要放去水的药呢？这就涉及到六味地黄丸的3次转型了。第一次转型，从治大人病到治小孩病。钱乙最初设计六味地黄丸不是用来补阴的，而是用来补肾精的，专门治疗小孩子发育不良，比如走路晚、说话晚、牙齿长得慢等等。这种情况下，用茯苓健脾、泽泻利水就说得通了。第二次转型，从补肾精到补肾阴。过了200多年，到了明代，阴虚学说兴起，医生们开始把六味地黄丸当作补阴药来用。虽然里面的茯苓、泽泻有点矛盾，但因为熟地的量比较大，所以整个方子还是有补阴作用的。第3次转型，从单方到系列方，正因为六味地黄丸补阴的力量不够强，后来的医生不断在里面加药，变出了知柏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等等。六味地黄丸因为补阴的能力不强，成了当代补阴方剂的祖宗。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六味地黄丸为什么是丸而不是汤？因为丸剂药效发挥的慢，这样补药就能慢慢发挥作用，而泽泻、茯苓这些泻药在慢慢溶解的过程中，泻的作用就不会太强，不会影响整体的补益效果。如果改成六味地黄汤，那茯苓、泽泻可能先起作用，把补药的效果都冲掉了。最后再给大家说说方解。六味地黄丸由6味药组成，分为3补和3泻。3补，熟地黄、君药补肾阴，是主要的补阴药；山茱萸补肝肾，收敛精气；山药补脾阴，益肾固精。3泻，泽泻利水湿，制约熟地的滋腻；茯苓健脾祛湿，防止补药太腻；丹皮清泻虚热，还能制约山萸肉的温性。这个配方的巧妙之处在于，补药的用量比泻药重，以补为主，同时用少量的泻药来平衡，避免补药过于滋腻。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伸出你的舌头，对着镜子看看，如果舌头颜色偏红，舌苔很少或者没有，口干明显，晚上容易出汗，这可能是肾阴虚，适合六味地黄丸。如果舌头颜色淡，舌苔白厚，不怎么口干，怕冷明显，这可能是肾阳虚，不适合六味地黄丸。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最准确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诊断一下。好了，今天关于六味地黄丸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六味地黄丸不是万能补肾药，它只补肾阴、肾精，只有肾阴虚的人才适合服用。判断是否肾阴虚要看具体症状，不能靠病名，服用时要注意观察身体反应。记住，中医用药讲究对症下药，不是对病下药。同样的病，不同的人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收藏，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下期视频我给大家继续分享根据六味地黄丸衍生出来的各种地黄类中成药。